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重庆，今天要到合川的钓鱼城去玩一下。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吧？但是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了解这个地方啊。它是创造过奇迹的一个军事要塞，可以不夸张的说啊，它还改变过世界历史的走向呢。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啊？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。这个地方的门票是60块钱，买好票了啊，咱们进去玩一下子。这个钓鱼城啊，就在对面的这个山崖上呢。我们看那个山崖又高又陡，非常不容易爬上去，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啊。一会儿呢，我就要走到那上面去，咱们边走边说吧。钓鱼城是迄今为止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古战场遗址。之所以说它重要，是因为在1243年到1279年这36年间，南宋的将士们啊，利用钓鱼城这边的有利地势，成功的抵挡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古精锐之师。而且呢，在1259年的时候，他们还成功打死了这个御驾亲征钓鱼城的这个蒙古大汗蒙哥。蒙哥是谁呀？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，是忽必烈的哥哥，他是当时蒙古军队的老大呀。这个蒙古老大蒙哥一死啊，他的这些兄弟们就要从全球各地回来抢皇位了，导致呢蒙古大军从南宋和西亚这些战场上全面撤军，所以就阻止了蒙古军队的扩张。这是不是就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啊？今天我就带大家去钓鱼城好好看一看啊。现在就走到钓鱼城下面了。从这个台阶开始就要爬山了啊，山上树林很茂密。我们从这里检票进去啊。检票进来，第一个关口啊，史关门。你站在古代冷兵器时期这些士兵攻城的角度来看啊，你攻到这里的时候，面对着这个关口，哇，上面的人呢可以往下放冷箭、扔石头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关口啊。攻城非常的难，现在我们就进城了啊，全都是台阶。这上面还放着一个投石机呢，看这个是不是扔石头的呀？把这个石头点燃了，装上火药，直接这样抛出去，就可以打击攻城的士兵啊。如果敌方的船只停在这个河流上的话，也可以打他们的船。这里有一个更大的投石车模型啊，当时蒙哥应该是被这个打死的。当时蒙古军队呢，在那个城外搭了那个高的台子，蒙哥就站在那个台子上，想观察我们城内的情况啊。结果我们一个炮弹打过去，把他那个台子给打垮了，蒙哥就掉下去，摔都摔死了啊。这个投石车真是非常的厉害，立下了大功啊。这个是第二道门，护国门。哎呀，你看它所处的位置啊，这边是悬崖，根本就上不来啊，这边也上不去，只有这中间一条路，这位置太霸道了啊！派个人守在这里，万事搞定了。在护国门的后面有一个石碑啊，看看上面写了什么，挺有意思的啊。你看序列兀，这个是蒙哥的弟弟。忽必烈也是蒙哥的弟弟啊，他派序列兀去征讨西亚和中东那一边，沿途的所有国家都被他征服了啊。突然之间呢，他就接到了他兄长蒙哥的死讯啊，所以他就撤军，暂时的撤军回来奔丧嘛。要不是有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啊，那么他就连埃及呢也一块征服了，哇，差一点点征服埃及啊。然后看这边写的呢。序列兀的离开使中东穆斯林国家大喘了一口气，并且呢，第一次打败了13世纪的蒙古人啊。可见这个蒙哥的死啊，对世界的这个历史走向有多大的影响力啊，让这些中东啊，还有西亚的国家逃过一劫。走到这里，基本上就到山顶了。从这个外面看一下钓鱼城的地势啊，它主要有3个防御。第一个就是江面天然的防御系统啊，第一道。
第二道防御呢就是这个悬崖绝壁，第三道呢就是上面修筑的城墙。有了这3道防御，才能抵抗36年蒙古军队呀。然后这边呢还修的一个城墙，叫一字城墙，是修到那个下面去的啊。你看那里也有，现在都毁坏了。这个呢就是防止蒙古军队在这下面集结的。我们的守城将士站在这个城墙上啊，对下面的情况那真是一目了然啊！哇，这个地方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地利真是非常的厉害。看这个城墙的下面有一条缝隙，这是天然形成的一个洞啊，叫飞檐洞。当时蒙古军队在外面就偷袭呢啊，然后我们的军队呢就从这个洞出去，给他们来一个出其不意啊。所以这个洞只能一个人通过，哇，也是一个出奇制胜的一个洞啊，很不容易被发现的。现在参观一下这个石造县衙，这个是南宋最后一个县衙。当时1279年，这个蒙古军队都灭掉南宋了啊，那个陆佑夫背着南宋的小皇帝都跳海了，南宋灭亡了啊，但是这个县衙还存在呢。所以这里的守城官兵非常的有志气啊！你想嘛，宋朝都灭亡了，他们还在这里坚持呢。正中间大堂明镜高悬，但是后来没过多久啊，在得到这个忽必烈不屠杀一个人的这个承诺下，守城官兵也投降了啊。但是这些守城的将领们全都自杀了，就是至死也不投降的这个强烈的抵抗意志啊，非常的感人。这边是古军营，两边都是营房，这2排士兵啊，当时都住在这个军营里面。它在山顶的位置比较适中，交通四方八达都可以到达。山上什么地方有险情，都可以很快的过去支援。这个就是古教场了。非常大的一个操场，古代的时候军队在这里训练的地方啊，它的直径80多米呢，能容纳下不少人啊。山顶上有很多这种水坑的，有10好几处呢。这是怎么形成的啊？就是他们修城墙的时候呢，就在这坑里面采石头，等于是一个采石场啊，就地取材，挖了石头去修城墙，所以就留下了很多这种水坑。大家有认识这个字的吗？这3个字啊，钓鱼台。相传在以前啊，站在这个山顶上，面对着嘉陵江嘛，就可以在这里钓鱼啊，所以是钓鱼台。所以这个山叫做钓鱼山，山上建了个城叫钓鱼城啊。这片大石头上是粮食加工厂的遗址啊，你看还有这些磨盘的这些遗址保存下来呢。当时呢，蒙古军队不是进攻这里进攻不下来嘛，他们就换了一个想法，说是把这里围住，等山上的这些人呢，粮食吃完了，不就自动投降了吗？但是蒙古人想错了啊，我们宋朝的守军呢，派人给蒙古人扔下去2条鱼给他们看啊，意思是我们山上有吃有喝，就算没吃的，我还可以钓鱼，有意思吧？这里有一个宋井。哇，宋朝时候他们用的这口井啊，现在盖上盖儿了。这山顶上有吃有喝啊，所以如果想采取这种把你在山顶上困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啊，困不死别人。这里是九口锅遗址，你看后面这个大石头上有很多大小的坑，这在宋朝时候里面是放的锅的，是碾磨那些火药的原材料的。就是制作那些兵器的地方啊，所以这里呢也被誉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工厂遗址啊。大家看这边的山体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啊，这都是历代的文人墨客来这里游览了以后写下的诗句啊。这边还有郭沫若来游览以后写下的，你看郭沫若。好，到这里呢，整个景区就游览完毕了。这个景区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啊，
因为它不光是这个自然景点，它还是人文景点。好，就今天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看完帮我点个赞啊，拜拜。